好，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BSV 区块链基础设施软件及工具介绍。我是来自BSV 基础架构团队的开发工程师，我叫周全。好，今天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最近基础设施团队带来的一些软件和基础设施的演进的一些开发工作。第一个主题会讲讲默克尔树和默克尔证明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在各个文章或者是公开的场合，我们都多次的提到过。这次为了这个内容的完整性，我们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接下来会讲一下默克尔证明的标准化格式，这是由技术标准委员会推出的一项关于默克尔证明格式的一个标准，我们会在这里着重的介绍一下。接下来会讲讲支付验证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在各个场合大家都有提到，但都不能完全的把它讲清楚的一个东西。今天我们试着把它介绍清楚，同时会介绍一个TSC， 就是技术标准委员会关于支付验证这块所提出的一个提案，叫 SPA Envelope 这样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草案的阶段，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可以去TSC 的官网去review 它的关于这个标准的一些细节。讲完了这个默克尔证明和 SPV 的相关的东西，我们会介绍一个Block Headers Client 这个项目，我管它叫缺失的拼图中最后一块。这个项目是 N-Chain 在前段时间上个月刚刚发布的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比较重要，在 SPV 的整个闭环中可以说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主要讲的东西都是在围绕默克尔证明和 SPV 这样一个大的主题来做的。由浅入深吧，也是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的一个心路历程。先讲讲简单的，然后再讲讲跟这些SPV 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细节，最后引出关于 TSC、关于 N-Chain、关于 BSV 基础架构团队对 SPV 这个方向所做的一些探索和现在的成果。好，正式开始的话，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讲起，这个概念叫默克尔树。几乎所有的开发同学在 BSV 上做开发的话，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默克尔树。我们说默克尔树是区块中归纳交易的一种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挖矿是对区块头做不断的哈希256来试图找到一个满足目标值的一个区块头的哈希。那区块中除了区块头还有什么？还有区块中包含的各个交易。那怎么样能让这个区块中包含的这些交易反映到区块头中去？那必须要有一种方法能让这个区块中所有的交易反映出一个值，这个值是在区块头中的。那这样我们管这个过程叫归纳区块中的交易。那 BSV 中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样一个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叫默克尔树，对吧？看着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学过计算机科学的都知道，这是一棵满二叉树，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区块中的交易我用绿色的表示的哈，都放在这棵满二叉树的叶子节点上，然后每两个交易哈希去再做一次哈希，得到了倒数第二层的哈希，然后再倒数第二层的每两个节点再做一次双哈希，得到了倒数第三层，一直这样递推下去，直到我们算出了最后一个我们管它叫根节点的这样一个哈希。然后把这个根节点的哈希放到区块头中，区块头很简单，只有80个字节，80个字节中其中有32个字节就是默克尔根，也就是我们通过默克尔树来归纳出这个区块中所有交易的一个体现，一个反应，就是这个默克尔根。把这个默克尔根放到区块头中，这样的话，这个区块中任何一笔交易发生了改变，发生了修改，发生了剔除或者新增，这个默克尔根就会发生变化，最终反映到这个区块头的变化。区块头的变化会影响到它之后所有区块的区块头，对吧？因为区块头中有一个previous block hash 这样一个字段，所以这样呢依次递推下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区块链有一个不可篡改的一个特性。这个是属于一个基础的知识。那我们为什么要用默克尔树这样的结构呢？为了实现一个
实现了一个功能，或者说实现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证明 HK 这个交易它出现在这个区块中，那怎么证明？很简单，如果我能找到，首先这个绿色标识是表明我们已知了这个值，就是我知道我想证明一个交易，一个交易出现了在某个区块中，那我已知什么？已知这个交易是什么，并且我已知这个区块头是什么，对吧？我已知了这个区块头是什么，那我就已知了这个区块头中默克尔根的值是什么。所以我用绿色标识了我们已知的变量。题目是我们要证明 HK 在这个区块中出现过。好，那很简单，怎么证明？我如果能计算出一条线回到这个根路径，我用蓝色的标记，能计算出一条线回到这个根我们能计算出 HKL、HIJKL 这样一直回溯到这个根的值。我算出来了这个蓝色的这个根值和我已知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默克尔根的值，如果它们俩是一样的，那就可以证明这个 HK 真的出现在我提供的这个区块中了，对吧？那怎么我想计算出这个蓝色的值怎么办？因为每一个数都是一棵满二叉树，对吧？我需要2个叶子节点的值才能计算出它的根节点的值。那怎么办？那我缺了一半，缺的这一半是什么？缺的这一半就是红色的这个，我用红色标记出来了哈。比如说我要计算 HK 这个叶子节点它的根节点的值 HKL， 那我必须要知道 HL 这个值，把这2个值连在一起，拼接在一起，然后做一次哈希尔56，就可以得到上面的 HKL 这个值，对吧？我们标记一下就是这个值。然后知道了这个值，我还需要它对应的这个叶子节点的值，就是 HIJ 这个节点，这2个节点放一块拼接在一块再往上递推一层，就得到了这个蓝色的节点的值。依次这样一直递推下去，得到这个蓝色节点，再加上这个红色的节点，就得到了我算出来的这个根的值。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我们用这个红色的节点配合这个红色节点的值，就可以反推出我们实际的默克尔根的值是什么？是这个蓝色的。然后跟这个绿色的这个根值来比对，绿色的根值是从区块头中取出来的，是已知的。如果它俩匹配，说明这棵树确实是这样，我们能证明出说这 HK 这个交易真的存在于这一个区块的区块体中，对吧？因为它的默克尔数可以被你恢复出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知识，我们就可以把从下至上这个HL 和 HIJ、HMNOP 这样的一些对应的这个节点的值，把它连起来放到下面这儿。比如说这张图的话，那就是4个节点值，把这一串这个默克尔根的这个值，给它做一个定义，叫默克尔路径也可以把它管作叫默克尔证明。这个证明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证明出这个 HK 这个节点，它真的出现在这个区块中了。我们需要这样一条路径来证明这个问题。但是你细心一点你会发现光有这个路径其实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会有一个位置关系，我们是隐藏掉了。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你看我这个框，我在用这个 HIJ 来计算的时候，你是把 HIJ 和你算出来这个 HKL 把它拼接在一起，是把这个放在前面，把你算出来的值放在后边，拼接在一起，然后算它的上一层根节点的哈希。但你看到这个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把你算出来的这个值和默克尔路径中的这个哈希拼在一起，但是把这个哈希放在后边，就是它们是有位置关系的谁在前谁在后是不确定的。所以你在提供这个默克尔路径的时候，除了要提供它的哈希值之外，你还要提供一个位置关系也就是我们这张图表示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HL 你要同时告诉这个 verifier 或者说你写的这个程序，你需要告诉它这个节点是在右侧，是在这棵树的右侧，HIJ 这个节点是在这棵树的左侧。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位置关系，你才能在重建这棵默克尔树的时候，才可以正确的往回递推到这个默克尔树根的值。这个很好理解所以我们会在要求这个默克尔路径的时候，除了有它的哈希值，还必须要有它的位置关系。
有了这样的位置关系和这个值，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假想的这张图，然后从下至上推出这个默克尔树根的值。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点。我们来看个例子，这是从 What's on Chain 的 API 中取出来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它在提供我们这个例子是证明这个 C43854这个交易出现在了这个区块中，这个区块中。我们已知了这个区块，就可以从这个区块的区块头中取出它的这个默克尔根是最后这个值 BE847F 这个值。那我现在要证明这个交易出现在这个区块中怎么办？必须要有这个默克尔路径。你除了它提供了这个每一个路径的值之外，哈希之外，还提供了一个 position 这个关系，就是它是这棵子树的右节点还是左节点。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是 What's on Chain 提供的一个 API。这个 API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的使用了。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实际的感受一下这个默克尔证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然后如果每一个节点都提供一个左还是右的这样一个关系，显得很冗余，因为只有2个值，你还每次都必须提供，对吧？告诉这个 verifier 是左节点还是右节点，看起来有点麻烦，能不能改进一下？好，我们注意哈，如果把这棵满2叉树最左边这个节点，每一层最左边这个节点，它的序号如果标成是0的话，这个学计算机的应该都比较熟悉哈。如果把它标成是0的话，那这个节点它的序号其实是1，然后这个节点这是0、1，它是2，它的序号是2，然后每一层你都可以标出它的序号，对吧 ？HK 这个交易在整个这个树中，它的这一层它的这个序号是10，你会发现，如果这一层的序号它是一个偶数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提供的这个默克尔路径的这个值一定是右子数。比如说这一层这个 HK 它是10，对吧？那它的这个默克尔路径，红色的这个默克尔路径，它一定是在右边。比如说这一层这个值是2，那它的这个默克尔路径一定是在右边。如果这一层是一个奇数，那它的默克尔路径一定在左边。这是一个隐含的一个位置关系。其实你在提供默克尔路径的时候，并不需要把每一层的哈希值都匹配一个 position。都匹配一个左或者右，你可以直接提供一个怎么说，这个索引的序号就可以隐含出它是左还是右。那有人就说了，你这跟刚才这个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因为我还要提供每一层它的序号嘛。但其实你会发现树形结构的一个特点，我没有必要提供每一层的一个序号，我只要提供这最后一层，这个交易在整个区块中排第几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说？你会发现这个交易在这个区块中是第11个。它的序号其实是10，对吧？我们从0开始计数的。满2叉树每一层就会除以2，每一层的节点数就会除以2，就树形结构的优势嘛。然后你会发现它除以2就是5了，5除以2整数除法哈，5除以2就是2了，就是 2.5 整数除法不保留小数位的，它就是2了，2再除2就是1，1再除2就是0了。你会发现我只要提供一个节点，这个交易在整个区块中它排第几位就好了。对吧？只要这一个序号加上一整条路径的值，就可以满足我们最开始说的每一个节点要告诉 verifier 这个路径这个值是多少和它的位置关系是多少这是一种工程上的一个简化没有必要提供很多冗余的信息有了这个简化之后，技术标准委员会 TSA 就根据现有的默克尔证明的一些格式，做了这样一个标准化的格式的一个推荐。或者说是一个它的 proposal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刚才说了，默克尔证明需要的是值和位置关系，那它是怎么做的？我用红线标注出来了哈。一个 index 表示出这个交易它的序号是多少，也就是说这个交易它在这个区块中排第几个，从0开始计数。然后我要验证哪个交易这个 text 或者是 text ID， 我要验证哪个交易它出现在了某个区块中，然后这个它出现在哪个区块中，这个目标这个 target 我是可以多种表达方式的。比如说我想验证它在区块比如说70万这个区块中出现了，那我可以知道70万这个区块的区块哈希，对吧？那我可以说我想验证一下这个交易是不是在70万号的这个区块的区块哈希中出现了，那我这个 target 就可以填这个 block hash 这个70万这个区块的区块哈希，或者我拿到了某一个区块的区块头的raw data，
原始数据，那我可以直接在这 target 里填这个 block header， 填这个区块头的这个原始数据，也可以说我不需要这些之前的信息，我直接就通过某种方式计算出来了这棵默克尔树的默克尔根，我也可以在这个 target 里去填一个默克尔根值，就是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出你的目标值是多少啊。这是这个TSC 这个默克尔证明它可以扩展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非要用一种固定的格式哈，它可以在这个 target 里边去填3种格式。同样的，有了这个目标值，有了这个我要验证某一个交易在某个区块中出现，那我还需要的是这个默克尔路径，它是通过这个 nodes 这个字段来标识的哈。这个 nodes 里面就是一个哈希一个哈希一个哈希，从最底层然后依次往上，跟我们开始说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有了这么几个值，那我就可以证明，就可以验证，用这个默克尔证明，用这个格式表示的默克尔证明的这样一个数据来证明出某个交易确实出现在了某个区块中。同样的，为了扩展，它还预留了几个这个 optional fields， 就是比如说这个target type， 就是标识出这个目标值它的类型，你可以填 header， 就表示出这个是一个区块头的 raw data。如果它是 hash 的话，那就是表示它是一个区块哈希。如果这儿填的是默克尔 root 的话，那这直接就是这个默克尔树的一个根值这样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比如说proof type， 我们说了，刚才的例子中说了，我们提供的是这样一条路径，一条回到根的这样默克尔路径。这是我们可以说这是整棵默克尔树的一个分支，所以它这儿可以标识出一个叫 branch 这样一个类型。我们说的这样一个极简的这样一条路径，其实是一个分支。同样的，你还可以提供整棵树，对吧？我可以冗余一些，在某些场合，可能你有整棵默克尔树的值，所以我可以整个把默克尔树值放在这个 nodes 里。那你同样的需要一个字段去标识作为扩展。所以这个地方 proof type 这儿，你还可以去填tree， 就是整棵默克尔树的值。还有一个叫 composite， 这是一个更复杂，就是怎么说复合默克尔证明，这个现在还没有启用，但是为了这个标准方便扩展而提供了一个保留字段哈。这是默克尔证明的标准化格式，是由 TSC 技术标准委员会提出的。然后这个标准现在已经是 publish 的状态了，也就是说它是已经公开，并且是推荐大家采用的一个方案，比较有扩展性，然后也比较轻量，你可以把它用得很复杂，也可以把它用得很简单、很极简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 spec， 谢谢。这是官方的一个 spec。好，我们看几个例子。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哈，我从区块里扒出来的。比如说我想验证这个交易 AB95E6E46 这个交易是不是出现在了某个区块中，然后我这个 target 填的是这个值，这个值的类型是默克尔根，我可以直接我需要证明这个交易出现在了一棵默克尔树中，这个默克尔树的树根是这个值哈，通过这个字段来标识的。然后它的默克尔路径是这样的，这个星号表示的值其实就是跟当前的这个text ID 是一样的。然后它的 index 多少是78，它是这个区块中的第79个交易，它的序号是78。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好，我们看另一种这个例子比较小，就是我可以在这个 target 里边去填上这么一大串数据。这个数据是什么？是一个 block header， 就是它是一个实际的区块头的 raw data， 就是这是一个80字节的区块头的数据，对吧？我可以从区块头的结构是固定的，前4个字节是版本号，然后4个字节是什么？4个字节是什么？我可以通过固定的格式，从这个区块头的 raw data 里边去解析出来我目标要匹配的那个默克尔 root 是多少这是第二个。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如果直接在这个 target 里边去填一个区块的哈希，这个 target type 这儿写的是哈希，那这个目标值就是一个区块的哈希，然后来验证这个交易是不是出现在这个区块哈希里边。那拿到这个默克尔证明之后，第一步就是从这个区块哈希里边拿到这个区块哈希，去找这个区块哈希对应的区块头是什么的 raw data 是什么，拿到这个区块头的数据，从里边摘出来pass 出来这个默克尔路径是什么，然后去运算，拿着你的 text ID 和这个默克尔 root 的这个 nodes 里边的值去做运算，
两拼接做哈希256运算出上一层，一直运算完了之后，跟你的目标值看看是不是匹配。如果匹配，就是证明成功，说明你的这个交易是 OK 的，是真正存在于这个区块里的。好，我们用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默克尔证明到底是什么，然后更详细的一些资料哈，比如说 TSC 的说明文档，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一些细节，每个字段是怎么定义的，可以去TSC 的官网去查看。然后技术的 spec 的文档和它的一些demo 和案例，你可以去 GitHub 上去查看。然后同时Nchain 还提供了一个集成了这个 TSC 标准格式的一个 Go 的一个代码库，也可以去看，这是一个资料页哈，我们也为了完整性也列出来。然后我们讲了这个比较详细的讲了这个默克尔证明，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在09年的时候，白皮书里边有一章，第8章说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SPV， 叫简易支付验证。好，这一章哈写的很高端，为什么？因为它只有100多个字，所有人看完了之后好像都懂了，都明白了。哦，简易支付验证是什么？用默克尔证明和区块头列表就可以证明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所有人都没有明白这章在讲什么，是因为字儿太少了，省略了好几万字。所以这10年呢，在 Nchain 在基础架构团队推出这些 SPV 相关的基础设施之前，没有人能知道这个 SPV 到底怎么玩。大家都是SPV 这概念我知道，我能跟你讲3个小时，但是你都讲不明白，为什么？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然后 Nchain 就借着这个机会推出了这个 SPV 的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套件嘛，套件先是默克尔证明，然后是 SPV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相关的一些项目。我们说了这个，再说一下这个 SPV 这个概念的由来哈，就是说中本聪当年在说这个写这个白皮书的时候说，我们是可以通过一种简易的方式来验证支付的，这是他的原话。怎么验证呢？用这个默克尔数默克尔路径和一个区块头列表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每个人都跑一个全节点，对吧？跑一个全节点成本是很高的。你除了你的资金投入、硬件投入，你还有人的投入维护一个全节点是需要人力的，而且这个人力是不便宜的。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概念哈，我们需要通过默克尔证明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区块头就可以做简易支付验证。他说的叫支付验证，而且这个支付验证很简易。那这个东西简易到底简易在哪儿呢？他说的是支付验证，对吧？但其实可能表示的不太准确，白皮书里边可能省略了很多他脑海里想的内容。我们更简单一点，应该把这个概念叫区块纳入证明，就是整个他那一章讲的是我怎么证明一个交易真的出现在了一个区块里，他并没有讲我实时的一个即时支付怎么验证。好，我们说一下这个简易到底简易在哪里。首先它只需要一个完整的区块头列表就可以了。现在 BSV 整个 blockchain 的数据大小是 1.8T， 还不到2T， 然后每天的增长大概是10GB 的数据左右这是最近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想跑一个全节点来做一些验证的话，那你需要至少2T 的硬盘。但是从第0区块到现在70多万区块，整个区块头也只有54兆，这个数据大概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同步完，甚至几十秒。好，首先你要的数据很少，第二个你只需要一个完整的交易数据，一般小于400字节。比如我们说的都是支付场景，就是 Alice 给 Bob 付了一笔钱去买了杯咖啡，或者是怎样，这样的一些支付的数据，它的交易是很小的，一般也只有最小的话也只有192字节192，一般情况一支付1找0。也就200-300一般不超过400字节，所以数据很小。然后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一个默克尔证明，对吧？我们一直在说，前面整篇篇幅都在说默克尔证明。这个默克尔证明看起来很复杂，对吧？但是你想一下，因为是2叉数的这样一个结构，如果一个区块中它包含了很多交易，因为是对数关系，2的 n 次方的关系，所以它的默克尔证明其实是很短的。你每多一层，你的2叉数，你的默克尔数每多一层，你的默克尔证明其实才多一个。对吧？这一个默克尔证明的这个哈希值其实就32字节，也就是说你默克尔数多一层，你的数据，你的证明数据才多32字节，但是你的默克尔数多一层，你的区块中能包括的交易的倍数、交易的个数，那可不是只是乘2而已，因为它是2的 n 次方的关系。这也是默克尔数的一个精妙的地方嘛，就是天然就是为扩容而生的一个
一个结构。所以说只需要这么样一些简单的数据又不多又简单，所以管它叫简易证明，对吧？简易支付证明。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它其实是在证明这个交易出现在了这个区块中，它是一个区块纳入证明我们澄清一下，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中本聪写这个白皮书写的不对，是因为它里边隐含了很多内容没有在白皮书里写出来。好，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内容。如果我们想做简易支付验证，基于刚才的默克尔证明做简易支付验证，我需要什么东西？不管你怎么验证，首先我必须要依赖矿工来做验证。为什么？因为只有矿工有 UTXO 的集合，它才能证明你的输入，你的 UTXO 当前仍是有效的，还没有被花费。这就是你必须要依赖矿工的原因。那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我如果现在 Alice 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他去付一笔钱，那这一笔支付我们管它叫即时支付。这个支付应该怎么做？那就是 Alice 付一笔钱，把这个钱丢到矿工网络里去，然后就是这样，矿工网络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交易，然后收款方咖啡店怎么办呢？咖啡店也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这些交易，但是这些交易对它都是无意义的。对它有意义的是什么？就是 Alice 付款的这笔交易，对吧？所以他会把其他的那些交易都丢掉，只保留对自己有效的、对自己业务有帮助的这样一个交易。这是现在的第一种做法，就是广播的做法，对吧？通过把交易撇到 PRP 网络里去，然后收款方去做一个监听器，去听整个区块链的交易，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即时支付。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现在会有一些服务商，你这样的方式不是很低效吗？因为你监听到的整个区块链的交易，大多数99%对你来说都是无意义的，对你业务是没有帮助的数据，你还需要跑一个全节点，对吧？我们开始说有很多成本都是无意义的，怎么办？会有服务商看到这样的机会，就说我们会给你提供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监听模式，也是监听模式，但会有什么好处呢？你先告诉我，你用哪100个地址收款？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服务商，这个商家咖啡店，我只会用这100个地址收款，或者说我只会用这一个地址收款。我先告诉你这个服务商，对吧？会做一些数据服务，他会说你告诉我就好，只要这个地址有收款，别人给你付了咖啡的钱，我就会把这个只跟你有关的这个交易发给你。你这样不就很省钱吗？对吧？你只要把这个钱付给我就好了，其他的维护什么的都不需要你做。这也是现在的第二种做法，就是收款方借助于一个数据服务商，把这些复杂的维护逻辑，把这些复杂的全节点的维护逻辑都放在服务商来做，服务商通过收取服务费让你的本地逻辑变得非常简单这是一种改进，也是一种改进。但是你从服务商的角度来说，服务商也是需要做全节点监听的，对吧？只不过他把这些所有的逻辑帮你封装了，通过提供这样的技术服务来向你收费，通过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对收款方来说就是很好，这种方式能让我省钱，对吧？我只需要支付你的服务费，我也不需要在我本地运行很复杂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你收到款了，告诉我说这个地址收到款了，你这个咖啡店收到一笔咖啡钱，你可以把咖啡给他了，这个交易没问题，是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现在的这个即时支付的验证。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付款方要把他的付款交易放到 PRP 网络里？就是因为即时支付的交易是只存在于内存尺中的，它还没有进到区块里，没有进到区块里的交易就没有默克尔证明，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你都不在区块里，你不可能有这棵默克尔树给你。所以就这张图就想说现在是怎么做的，因为即时支付没有默克尔证明，它怎么去验证这个即时支付？为什么要借助矿工？是因为你这笔交易必须要依赖矿工才能证明你这个交易是合法的。合法分很多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这个交易本身没有问题，第二个层面是这个交易它所用到的前序的交易的这些 UTXO 现在都是有效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以证明这个钱这个输入之前曾经出现过，但我永远如果不借助矿工，我永远无法证明这个 UTXO 到现在还是有效的。这就是矿工 UTXO 集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借助矿工先把东西发到矿工网络里。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前的这样一个做法有什么优势和弊端优势就是比较简单，因为对终端用户来说，对商家来说，它成本比较低吧，可以说它成本不高。如果借助服务商的话，它的成本不高，而且它的实现比较简单，这是第一个。如果是原来的那种方式，没有服务商的这种方式，
现在提供这样的订阅服务的服务商很少，因为这个订阅服务本身对服务商来说压力很大，所以这样的服务商就很少。所以原来那种方式呢，你可以说它的成本就很高，所有的事儿你都可以归结到成本上来说，它维护又很难，它需要找专人来维护这样的全节点软件，并且它需要保证这个全节点7乘24小时都运行，对吧？你还要冗余，你做的大了，你可能还要冗余，那就是 double 的全节点，2个全节点，或者是异地2地3中心这种，就搞得很复杂。这全是你客户端，全是你终端的成本，这个成本就很大，而且维护起来也很麻烦，你需要找人啦，需要找专门的技术团队啦，外包出去来做这样的维护。但是你的收益看起来又很小，你只是多提供了一种支付方式，让用户可以通过BSV 向你支付，你只是多提供了这种支付方式，ROI 很小，对吧？所以归结到最后就是成本很高，相对来说，并且这种方式扩容难易。我们说这个比特币是天然支持扩容的，但是你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不那么容易扩容，因为你需要随着全节点来不断的提高你本地的这个技术投入，而且这样的方式会看起来比较慢，因为它的逻辑是你先把你的支付的那笔交易丢到了汪洋大海里，然后你的全节点通过 PRP 的方式等到了这样的一个交易，同步到了这样一个交易，这样可能会有一个2到3秒的延迟。当然这个延迟不是很高，但它也会存在，并且可能会随着你本地网络的变化，网络的质量的变化，来会有不同的这个有可能有的时候1到2秒，有可能3到5秒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甚至还会涉及到女巫攻击的问题，就是你的节点的 peers， 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你的节点的 peers 并不是真正的节点，或者说你的节点的 peers 并不是诚实和有效的节点，他们是 fake 的，可能是攻击节点，也可能是不工作的节点，只是一个 fake 的节点。这样的话，对你听到这个交易的延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你们跑过全节点的话，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你的节点如果很弱，那你同步，虽然你的机器的性能很强，你的网络很强，但是你听交易和你同步区块链的速度和效率是非常低的。也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好，然后都知道对吧？我们基于这样的方式，那怎么办？会有一种新的提案，这个提案叫 BIP270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点对点的方式。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现成的案例来采用这种方式，因为在现阶段采用之前的那种方式看起来还挺 OK， 只不过说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区块的增大，随着这个网络承载能力的提高，这个用原来的这种等交易、听交易的这种方式，成本会越来越高，或者说会越来越影响你业务的流畅。所以就 BIP 就提了一个提案，叫点对点这样一个提案，这是一套完整的用户商家支付的这样一个流程。那张甬道图我们就不在这贴了，因为在各个场合大家都能看到。点对点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种未来可能的方式，也是目前我们大家普遍认为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是什么样哈？就是收款方放在付款方和这个矿工网络中间，付款方发起一笔交易，它并不是直接把这个交易放到 PRP 网络中，并不是直接把这个交易同步到这个矿工网络中，它是直接把这个交易发给这个收款方，然后收款方做一些本地的支付验证，它会本地有一些验证逻辑，做完了之后如果没问题，它再把这个付款方发过来的这笔交易发到矿工网络。然后这个方式我们有几个地方需要着重强调一下。第一点是这个验证这个收款方的验证是他在本地做的，他在做完，不管你这个本地验证做的多复杂，他最后一定要把这个交易发到这个矿工网络。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本地验证怎么做的多复杂，做的多么健壮，你永远需要问矿工这个交易的 UTXO 是不是有效的，因为你的 UTXO 的有效性你是永远无法证明的，你必须要问矿工这个 UTXO 现在是不是还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后要把这个交易发给矿工网络的原因。你可以把最后这个交易发给矿工网络理解成这是这笔交易在矿工网络的一个结算，在这个区块链上的一种结算。这个模式很像我们现在去超市去买东西，就像你去超市买东西，买瓶水，你给他100块，他会怎么做？他会先拿到这100块，然后拿一个验钞机出来看一下这100块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就揣兜里把水给你。这是我们现在购物的逻辑。或者是你拿着信用卡去刷卡，商家会拿一个 POS 机把你的卡刷一下，你如果是大额的，他会要求你签名，就是你签名的一个逻辑。
整套这个逻辑都是商家在做一些校验，如果这个校验没有问题了，他会去你可以理解为是做一种结算，他把付款方把交易发到 P2P 网络里，是一种上区块链的结算。商家去验钞，你可以认为是看一下这个交易，看一下这笔钱有没有问题，对吧？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验证和结算。这就是我们说验证即时支付未来可能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好，然后我们说，既然现在这个就是动力不大嘛，因为现在这个成本还比较低还比较可控，用原来的方式，为什么我们未来可能会需要这样一种点对点的方式？就是它有哪些优势？就是说白了，就是它怎么能降低你的这个终端的成本？说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成本，它怎么能降低你的成本？它能带来哪些好处？第一个就是你会有一种快速失败的机制，比如说爱丽丝给 Bob 付了一笔钱，这笔钱是来买咖啡的，这笔钱本地验证都过不了，那他就不用去同步矿工网络，就不用去找矿工来验证了，这是一种本地快速失败的一个机制，对吧？直接就返回了，没有延迟，你本地验证完就结束了。这是对支付交易来说的，在未来也别在未来，就在现在，支付交易占的比重会已经越来越小了。就是复杂的交易，比如说Scrypt 的 Op Push Tax 这种交易，这种交易是很复杂的。你如果能在本地交易先快速的验证它的脚本是不是有问题，它的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是不是正常，这个交易本身的结构是不是有问题，你如果能在本地快速失败的话，是不需要把它同步给矿工网络，让矿工来跑一遍这个脚本解释器，然后来告诉你这个脚本是错的。这个效率对比起来就很低了。你应该把矿工理解成，他只帮你去验钞，他只帮你去校验 UTXO 是不是有效，其他的事儿你能做的你就先做，因为这样更快，而且是延迟也更低，因为你同步网络是需要时间的，一来一回是2个 I/O 了，两个网络 I/O 了。你如果本地能直接失败的话，在验证这个 UTXO 是不是有效之前，你能把所有的验证都做了，快速失败的话，对你来说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是第一点，就是它引入了一种快速失败的机制。现在是简单交易 payment 交易，这种交易很简单你得到的这个优势很小，但是在未来业务复杂的时候，不仅仅是 payment 交易的时候，还会有 push tax 这种交易，复杂的 token 的这种交易的时候，你能在本地做快速的验证，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成本的缩减。不要把矿工当成什么都验证的一个机构和组织，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只帮你去验证这笔 UTXO 是不是有效他只帮你验钞。第二个就是验证交易和数字签名的完整性，这是张伟博士提出来的一个张伟博士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了这个交易的完整性和数字签名的完整性因为数字签名在有些国家，比如在英国，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电子数字签名，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说爱丽丝去买一件商品，她提供了一笔交易，她需要证明出这笔交易是合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她证明这笔交易的钱的来源，就是她的前序交易也是合法的，就是这个钱是 OK 的，是合法的钱。除此之外，商家还需要验证他之前的那笔交易，我们严谨表达一下，商家还需要验证爱丽丝提供的这个签名真的是由前序交易来限制的就是你需要去保证爱丽丝提供的这个前序交易的完整性，并不是由随机提供的一个签名来完成这个支付。如果爱丽丝来伪造这个签名，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它是需要承担法律风险的。就像你去拿信用卡去刷卡，但提供了伪造的签名，就是别人拿你的信用卡去盗刷，这个是有法律风险的就是关于数字签名完整性，关于这个展开的这个介绍，大家可以去看张伟博士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写的比较详细，每次看你都会有新的收获强烈推荐给你们。好，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验证交易和数字签名的完整性，这个在某些国家会契合法律的要求，并且会让你免除一些法律的纠纷。好，最终我们说不管你带来什么好处，最终都是为了降低终端的成本，因为你只有降低了终端的成本，他们才有动力去用你的这个方案，对吧？能让帮他赚更多的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未来这个点对点的一个优势。好，然后我们说了很多，从默克尔证明开始说的非常多，说了 SPV， 说默克尔证明，那我们画几张图来简单的概括一下。这是一个即时支付验证的一个概念图最上面这个是
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的区块头，每一个只有80字节，很小的，每一个都是区块头。区块头里边会有一个字代叫默克尔根，对吧？每个都有个默克尔根。比如说这个 TAX1 这个交易和 TAX2 这个交易，它们都已经被结算了，都已经进区块了。那对应的，它们就会有一棵默克尔树，那对应的，它会就有一个默克尔证明，红色标记的，它会就有一个默克尔证明。这是2个依赖的交易，对吧？好，我现在来做一个即时的支付，这个支付是 TAX3， 这个支付它会有两个输入，也就是我用了2张纸币，这2张纸币来付款。这2张纸币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这个 TAX1 和 TAX2 来的。这个第0个输入是从这个 TAX2 的第1个输出来的，这个第1个输入是从这个 TAX1 的第1个输出来的，这是一个引用的关系，交易链条嘛，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那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呢？你除了要提供这个instant payment， 提供这个 TAX3 之外，你还需要证明出你这个钱是合法的，对吧？你还需要提供这个这个第0个输入和第1个输入它们对应的这个交易是什么 raw data 以及这个交易的默克尔证明。为什么要提供这些呢？因为首先你要证明这2个交易是合法的，对吧？他们真的在区块里已经被结算过了。那需要提供什么？需要提供这个交易的 raw data 是什么？还需要提供这个交易的默克尔证明，就完了。同时提供了这些东西之后，商家收到你的钱就可以知道你的这笔交易它的来源是合法的，并且他做一些本地的验证来证明 TAX3 这笔交易的一些结构数据它的合法性是 OK 的。最后他会把这个 TAX3 及这些数据都发给矿工来验证这个 UTXO 是合法的，到现在还是没有被花费的。就是你把本地的验证逻辑都做完了，到最后再把这个数据交给矿工来做验钞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场景，就是即时支付的这笔 TAX3 它所依赖的所有的交易，前序交易都已经进块了，都已经是验证过的了。好，那么再看一个复杂一点的，那现实情况中那可不是这样，那可能我付的比较频繁，我在付这个 TAX4 的时候，我可能依赖了一笔交易是 TAX3， 那这笔交易它其实还没有被结算，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在祖先交易的这个场景里边，它可能会一直罗列列了很多层，对吧？那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因为 TAX3 没有默克尔证明，那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话，那拿到 TAX3 的 raw data 之后，因为 TAX3 没有默克尔证明，所以它还需要继续回溯，一直回溯到一个有默克尔证明的一个交易上。所以逻辑变得很简单了，整个来说，就是你拿到一笔即时支付的交易，对它的每一个交易的输入都做一次回溯到它的前序交易。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前序交易已经进块了，已经被结算了，那么就提供这个前序交易的默克尔证明即可。如果这个前序交易还没有被结算，那么就继续对这个前序交易做回溯，一直回溯到它的前序交易，这笔前序交易进块了，一直完成这样的一个回溯的过程，直到它的所有的 parents， 直到它的所有的这个交易输入的前序交易都有默克尔证明。这样的是一个整体，就你通过这样不断的回溯，一定能拿到一个整体，就是你这笔钱，你的这笔即时支付，它一定是回到最终有这个默克尔证明的一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说即时支付 BIP270啊 SPV 啊，它一个概念上的一个玩法。好，讲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是想引出一个概念哈，就是关于 TSC， 关于 SPV 做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推进。就是验证即时支付，它其实分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本地验证，这个验证分什么呢？分当前交易是不是合法啦，脚本是不是正常啦，是不是能正确的结束啦，然后还有一些费率的问题哈，不在这里说了。第二个就是它所关联的所有的前序交易的默克尔证明是不是都合法，是不是都正确。好，你所有的本地验证都做完了之后，最后一定要同步矿工去做一个验钞的操作做一个结算的操作，也就是看一下这个 UTXO 是不是合法。这就是这个即时支付到底应该怎么验证，对吧？我们开始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即时支付是没有默克尔证明的，但是这个白皮书里面又说这个简易支付验证，又没有把它说得很详细。那这个其中这个背后其实是有这么样一些逻辑在里边的哈。我们在这里这个着重的这个讲一下。好，然后我们用这个讲了这么多即时支付，举几个例子。这个例子是TSC 关于 SPV 的一个项目，叫 SPV Envelope。
这个项目是怎么说？关于 SPV 的一个标准化的推进嘛，它定义了一些数据结构来概括我们刚才说的那2张图里面说的这个回溯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他想这笔交易 BF5E05F 这笔交易是一个即时支付，它的 raw data 是什么？是这样的，我现在想把这笔交易做本地验证的话，那我需要对它的所有的 parents， 它有3个输入，对它所有的前序交易都提供这个前序交易的默克尔证明。然后对，比如说这个前序交易，它的 raw data 是什么？然后它的默克尔证明是什么？这个默克尔证明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里面讲的那个 TIC 的标准格式。它通过这样一种回溯的方式来囊括、来概括我们刚才图里面说的那种交易的依赖关系。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因为它的所有的前序交易都是已经确认的，都是已经有这个默克尔证明的。好，我们看个复杂的，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交易。这个交易这个即时支付，它的 parents 有什么？这是它的第一个输入，然后这个输入呢，它是未确认的，它的第一个输入呢还是未确认的。然后它的第一个输入还是未确认，一直回溯到这个交易，回溯到1、2、3、4，回溯了4层还是5层，回溯到这个交易，然后这个交易呢已确认了，它有它的默克尔证明，一直这样回溯回去，对你的这笔即时支付的每一个输入都做一次回溯，一直回溯到这个交易，直到这个交易它有默克尔证明。好，这是TIC 关于刚才我们说的即时支付的一个数据的定义哈。然后说的这个 SPV envelope 的这个项目，现在技术标准委员会关于这个 envelope 这个项目，现在还是 draft 的一个阶段，就是草案的阶段。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感兴趣，对即时支付的验证感兴趣，可以去 review 这个草案，可以去提出你们的 review 的意见。好，现在还是一个草案的阶段。然后同样的TSC N-chain 还针对这个草案，针对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 Golang 的那个代码库，大家感兴趣可以去 GitHub Bitcoin SV 的这个代码库来搜一下。好，然后最后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张伟博士 N-chain 的高级研究员张伟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简易支付验证、即时支付、签名的有效性和交易的完整性》。这篇文章每次我都会讲到这个话题，都会强烈推荐你们去看一看，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然后这是中文版的，然后对应的译文也会在这个文章里也会有链接。好，最后时间不多了，最后我们讲一个缺失的拼图，我把它管它叫缺失的拼图。我们讲了很多默克尔证明和 SPV 的概念，然后你会发现它会依赖一个东西叫区块头列表。我怎么能搞到这个区块头列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从10年前到今天，没有哪一个人来提供这个区块头列表的一个服务啊，一个服务。如果想获得一个区块头列表，你有2条路可以做。第一条路是我跑一个全节点，是吧？提供一些成本和投入，跑一个全节点，那你就有了所有的70多万个区块的区块头的数据啊，那就很简单了，对吧？但是你的投入很大。第二个方式就是现在有些服务商它可以提供区块头查询，但是这个查询是1对1的，这个查询是怎么说 one round， 就是你靠一次它给你一个，你靠一次它给你一个，你总不能说我从第0个区块一直靠它，一直调用它，跑70多万次，这样你的服务商直接会把你办掉。啊，只有这2种方式，目前来看啊，没有一个其他的方式。那有没有一种什么好的方式，能让一个人、能让一个企业、能让一个终端来获得一个完整的区块头列表，但是投入还很小，而且还很方便？N-chain 的技术架构团队就针对这样的事情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叫 Blockheaders Client， 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开源了，放在了 GitHub 上，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tiny node。这个项目跑起来之后，会连入整个 BSV 网络的矿工网络，就像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是一个全节点一样，但这个全节点非常的轻量，它只向它的 peers 去同步区块头数据，所以你不需要2T 的硬盘，你只需要50多兆的数据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提供了一套 RESTful 的 API， 比如说你可以查询你当前同步到的这个 tip 到哪里，就是你的最新高度到了哪里，还可以通过直接一个 API 去靠查找到某一个 block hash 的它对应的区块头的 raw data 是什么。好，还有其他的一些API 我就不列在这儿了哈，因为这2个 API 算比较关键的。同时这个项目已经开源到 GitHub 上了，如果你想看源码，这是 Java 的一个项目哈，用 Gradle 去构建的。如果你想看源码或者是贡献你的代码，可以去 GitHub 上去找这个项目，也在
BSV 官方的 GitHub 主页上。然后同样的，为了方便，它提供了 Docker 的 wrap， 就是你可以直接连编译都不用，也不用去包装这个 Java 项目，你直接跑一个 Docker 的container 就可以了。就是Docker 官网上搜 BSV 的主页也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叫Block Headers Client。然后这个项目我因为过于简单，但是意义又比较重大，所以我就昨天晚上突然想起来，我就说我跑一个看一下到底什么效果。然后跑起来就这样，因为我是本地用 Docker 跑的，就是用这个酒店的网络哈，用 Docker 跑的，跑起来之后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搞得跟那个全节点是很像的，比如说它会用一些什么连到BSV 主网了是吧？然后它会配一些LevelDB 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开始同步数据。同步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快到什么程度呢？它每2000个区块头一块同步，你可以看到啊，这是604000、606000、608000，每2000个区块一同步，每2000个区块的区块头一同步。然后大概我同步了2分钟吧，因为酒店的网络说实话不是很好，我大概同步了2分钟，同步了70多万个，同步到了最新的头，然后本地的存储也就包括其他的这个索引数据也就小100兆不到，但整个这个区块头也就60兆左右，所以这是一个我把它管它叫缺失的拼图，就是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做，但是它很重要，直到 Nchain 提供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发现终于把这个完整的拼图它丢的这一块给它补上了，有了这个东西，这个 SPV 的验证这个闭环它就可以转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是这个项目现在还处在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截图只是一个应该是很早的一个截图了，这个是我跑的本地版本，并不是最新的版本，因为我本地的代码不是最新的。这个项目现在正在快速迭代，如果你们对这个方向感兴趣，同样可以去贡献这个Block Headers 的这个项目。好，今天我就主要的内容大概就这么多，基本上就是围绕着SPV 这个看似简单但其实内在很复杂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做了很多相关内容的一一个介绍啊，从默克尔路径开始啊，从默克尔树开始，一直讲到这个 BIP270，讲到这个点对点，基本上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围绕这个 SPV 来讲，最后还附带上了一个跟 SPV 非常关键的一个项目叫Header SV Block Headers Client 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整个的内容就是 SPV 相关的。如果各位对 SPV 有兴趣，可以去贡献 TSC 技术标准委员会的草案，也可以去贡献Nchain 在 GitHub 上的项目。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是5分钟的一个答疑环节啊。我想第一个这个 Tiny 的 Client 的这个 load 是每个商家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商家收款人是自己要运行的，还是说这个 Tiny load 就刚刚你说 Block Header 的 Client 是说我自己的啊？我重复一下问题啊，就是你问题是这个 Block Headers 这个程序或者说这个 component 是不是每一个商家都要运行啊？对，可以这么简单理解。然后第二个是说你同步了一次几分钟，然后它需要增量的时候是每天增量还是随时增量？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Block Headers 如果同步完了整个区块链，它如果就每天这个区块不是又多了吗？它这个多的这一部分这个同步是怎么做的？这是问题对吧？啊，我就这两个问题我就说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每个商家都要运行，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采用这种我们刚才说的未来可能的方式，可能的这种点对点的方式，想做本地验证的话，那么你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成本很低。你可以不这样做，依赖于服务商也可以的，就是这是你的取舍问题。但是这个 Block Headers 这个 component 是整个这个 BIP270 这个闭环里边比较关键的一环，就是你本地想做验证，那么你本地就要跑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的增量数据怎么同步？这个是节点的一个工作原理。比如说你现在跑了一个全节点，就是同步所有区块链数据的这样一个全节点，那如果新出了一个区块，那你就会同步这个区块，这是增量的，这当然是增量的。这个 Block Headers 这个项目跟它的工作模式跟全节点是非常像的。它同步到最新的区块头之后，区块头只是区块的一部分，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同步到最新的区块头之后，它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又新来了一个区块，新挖出了一个区块，那它会同样的只同步这个新的区块，跟全节点的表现行为是非常像的，是一样的。它不会说再从头来一遍，它只是在之前的基础上，之前的这个 tip 的基础上，之前这个 tip 就是最新高度的基础上，再往后同步一个区块头就好了。它也有它的 peers， 就是跟你全节点的 peers 是一样的。
啊，完全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三个可能我比较笨的，就刚刚你说的，就是有很多未决的交易，业务过去的回溯，就是这个看着当时听到了、收到了这是未决的交易，还是说我只是在本地发现它的未决交易一定是在池子里面的，是吧？就是你刚刚说一直有好多这个未确认交易是吧？未确认是不是它在池子里面，还是说它因为节点过来的账页已经是确认了，然后是未确认的那个交易，他怎么知道？就作为我商家这个地方，我问的问题对不对啊？就是商家怎么能知道未确认交易是吗？对你刚刚说，因为有的交易很复杂嘛，他同时在很多交易，同时这个人他在做很多的，你需要追溯到，刚才我记得有一页是追溯到上面的好多的那个这一页吗？这个是有复杂的对吧？对。为什么他怎么知道这个 TX3？如果我是 TX4的，我就说这个交易他怎么知道前面的这个未决交易的？因为他跟这个收款人之间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交易，他怎么知道他在其他地方还有就问题有话了我就不重复了。问题是怎么知道这个之前的交易是什么？是这意思吗？之前的交易怎么是未决的？他怎么知道？怎么就是他怎么知道 TX3 没有金块 ，TX2 金块了？是这意思吗？这个很简单，这个还会有一个更复杂的内容，今天没有讲，就是怎么获得默克尔证明。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会有一个服务，这个服务能告诉你，你 request 的时候，你请求的时候，请求说这个交易它有没有，你给我这个交易的默克尔证明，它会给你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要么是这个交易的默克尔证明，要么就没有。他告诉你没有，你就知道这个交易是未确认的。这是一个独立服务，你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独立的服务啊。好嘞。好，谢谢。老师你好。你好。刚才谈到这个区块头的这个查询，就是说你说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就是说机构能提供这种服务，就是说，但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查询的话，应该从架构上来说应该不难实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就现在就是比较 SOAP， 就简单对象访问服务协议。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微服务的模式的话，一个是服务提供者、服务消费者，然后就是说区块链目录服务的话，我相当于就是一个目录的一个服务商。通过 SOAP 的话，我认为应该来说，就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实现的。就我不理解为什么业界现在还没有这种服务，而现在分布式数据库的话，它已经能支持这种就是分片，基本上就实现起来，它的开销也会比较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刚刚你说到，就是说。就是说一个付款的话，就作为来说这个发送方的话，可以把这个付款这个请求放在内存里面，而不放到这个区块里面，因为还没有形成区块。因为这样的话，对于系统的就是说这个资源消化比较少。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就是静态级的这个系统编程语言的话，很多是基于内存编程的，比如像 Rust，这方面的话，我认为也是可以提高就是说整个区块的运营效率的方面之一。我不知道这方面就将来的话，比如 BSV。方面有没有这种优化的这种措施？好，谢谢。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交易应该放在内存里，不应该这应该是你的一个误解，就是所有的即时支付，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或者说所有在内存池里的交易，你听这名儿，内存池嘛，对吧？所有未确认的交易都在内存池里。如果这个交易合法，它进入的是矿工的内存池。或者说它进入的是你，如果你跑全节点，它进入的是你这个本地的这个节点的内存池，并没有说上硬盘，或者说上这个区块链，或者说整个上这个数据库。当然它是在内存里的，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你第二个问题，对吧？对。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来提供这个区块头的服务？首先这也不叫没有人来提供，矿工天然的就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为什么矿工不提供？因为没有收益。因为首先流量对矿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非常大的一个成本。首先矿工就挖矿就好了嘛，就帮你验钞就好了嘛。他告诉你，他提供给你区块头这个数据，首先对他来说是一个流量开销，那他成本就上去了，他没有什么收益，对吧？他没有什么收益，所以他没有动力去做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点。所以，但这个东西又很重要，你没有又不行，有的场景你没有又不行，所以就会有服务商来做这个事情。有的服务商他就跑一个全节点，他来提供。他自己去投入成本来维护这个全节点，同样，你有全节点了，你就有整个网络的这个数据了嘛，所以他再给你刚才你也说到 SOAP 嘛 ，SOAP 比如 RESTful 或者是什么 WebSocket 这种东西，很成熟，对，很成熟，所以他们提什么 WebSocket 的 RESTful API 都可以，
来让你去查询某一个，他给你提供的查询也只是说，我给你这个服务商给你提供一个，你告诉你要查询哪一个 block header， 哪一个 block 的 block header， 他也不会说我给你提供一个，给我前1万个区块的区块头，他不会提供这种服务的，他给你提供的也是 one run， 就是一轮一去一回，就是你查询某一个，我告诉你这一个，你查询某一个，我告诉你这一个，这样的一种服务，是有的，服务商都是提供的，哲明的那个打点开放平台是提供的。MetaSV 是提供的 ，What's on Chain 的 API 也是提供的。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服务商，他们都可以提供区块头查询的服务，这个是 OK 的。但是矿工它本身是不提供的，因为没有动力。是的，因为这样的话，从商业模型上来说说得通的。你说？那服务确认的时候，它是就是说连带是把这个 UTXO 一起确认吗？对。我的也这样的话，应该系统的就是说应该来说就是开销最小。对。当然，就矿工验证嘛，验证什么东西？验证脚本是不是正确？验证 UTXO 是不是合法嘛？两个逻辑，验证脚本是不是正确，你本地就可以做。其实就是一个 BVM， 就是一个脚本解释器你自己跑一个就好了。但是验证这个 UTXO 是不是有效？验证你的钱是不是真的？你只有矿工能做，目前，因为只有矿工有 UTXO set， 就他有矿工有现在全网所有合法的钞票的这样一个集合，他比对一下就知道你是不是合法，但你这个集合你是没有的，所以你需要让矿工帮你验钞，就是我刚才说验钞这样一个概念也是个结算的概念。好，谢谢。没事，谢谢。